泡沫总在狂妄时诞生，复苏也从极简处开始。再冰冷的经济规律，背后依旧是人心。大家好，一般来说，失业率上升、经济衰退、危机来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开始重视风险，因为杠杆放大的是欲望，但必须承担风险与恐惧，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进同一个篮子里，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说的都是人们对风险的敬畏之心。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高喊房价永远涨的人总是对通货膨胀夸夸其谈，却对通货紧缩避而不谈。因为一旦出现长期通货紧缩，就必将引起房价暴跌。今天咱们就要聊聊通货紧缩这个话题。通货紧缩是指因为市场上的货币减少，导致货币的购买能力上升。这个时候人们往往更倾向于持有货币，而不是投资或者消费。通货紧缩也必然导致物价下跌。长期的通货紧缩还会使经济陷入大萧条。因此，通货紧缩远比通货膨胀可怕。其实去年加拿大就出现过通货紧缩征兆。加拿大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4月份通货膨胀率为负 0.2%， 这是自2009年9月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首次出现同比下降。2020年5月通货膨胀率为负 0.4%， 加拿大在去年4、5月份连续2个月出现通货紧缩。长期的通货紧缩会抑制投资与生产，导致失业率升高与经济大萧条。为了避免通货紧缩，很多国家都会采取直升机撒钱这种极端的政策。当然并不是真正的从直升机上撒钱，而是指国家央行以各种名义直接发钱给国民，目的呢是刺激消费，降低失业率，避免通货紧缩。加拿大去年的 CERB 政策就是典型的直升机撒钱政策。一般来说，直升机把钱撒到了哪里，往往会决定是发生房价泡沫还是通货膨胀。如果把钱撒给中产阶层，往往可能会制造房价泡沫。因为对于中产阶层来说增加的收入可能只会拿出一小部分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更多的呢则是用来买房和投资，而且呢大多是加杠杆买房。在中国，前些年几百万上千万的撒给拆迁户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拆迁暴发户买房子眼皮都不带眨一下的，这种情况呢就会使房产泡沫拉升加快。如果是把钱撒给了低收入阶层，带来的将是食品价格、生活成本的普遍上涨，这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对于他们来说收入增加带来的更多的是多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像加拿大这样，如果同时向中产阶层和低收入阶层撒钱会怎么样？从去年加拿大的情况可以看出来，因为经济陷入衰退的时候，由于经济形势不明朗，很多潜在的买房者呢都暂时搁置了买房计划。等 CERB 政策刚一推出，收入忽然提高了，利率也降低了，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买房的好时机，结果呢带来了房价的上涨，也就是出现了所谓的房产泡沫。另一方面，对于低收入阶层，他们有了更多的钱用于生活消费，可以多买几斤肉，多喝几瓶酒，带来的是食品价格等生活成本的普遍上升，这也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那现实证明，加拿大版的直升机撒钱，同时给加拿大带来了房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人们都能有正确的认识。货币超发，钱不值钱，货币供应量大于货币需求量。通货膨胀时期物价平稳上涨，银行利息低，大家呢都认为资产为王。当货币供应量小于需求量的时候，钱更值钱了，这就是通货紧缩。在通货紧缩时期，物价下跌，银行加息，这个时候呢，大家都认为现金为王。有一种说法是，没有房地产泡沫破灭，必将会有持久的通货膨胀。当年中国2009到2012 4万亿刺激计划的3年，可以说是物价和房价齐飞的3年，但之后呢，却带来了3年的通货紧缩。来看看通货紧缩的社会生活是什么样的。日本在90年代初，人均 GDP 呢就达到了5万美元以上，
现在经过30年的通货紧缩，人均 GDP 只有3到4万美元。2016年3月，日本主妇山下英子推出畅销书《断舍离》，核心概念呢就是丢弃生活中用不到的东西。大萧条彻底改变了日本国民，他们不再懊恼已经逝去的光辉岁月，不再盼望瞬间的逆转，而是从此进入了低欲望社会。经济危机到来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大量的资产开始贬值，房产会由资产变为负债，大部分资产会大幅贬值。由于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房产这一类非现金资产变现困难，所以在危机来的时候往往都是现金为王。现金为王是从流动性的角度来说的，资产价值被低估的时候，往往变现很困难，持有资产不如持有现金，因为现金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危机来的时候呢，可以用于购买价值被低估的资产，就像打仗一样，很多人在仗刚刚打响的时候就把子弹用光了。还有很多人呢，会珍惜每一发子弹，等别人子弹打光的时候他们会占领有利地形，在这个时候往往更容易弹无虚发。很多投资高手往往是在经济危机到来之前变现资产，然后等危机到来再筛选出优质资产，合适的时机大举买入这些资产，等危机过后，这些优质资产又恢复到本来的价格，从而实现完美投资。但是这个操作对于普通人来说太难了。对于普通人，他们只需要做到在危机到来之前不盲目投资，就已经是成功了。所以我的观点是，加拿大版直升机撒钱带来的是房产泡沫加通货膨胀后，必然迎来通货紧缩。现在来看，说房价高往往指的是温哥华、多伦多，但危机来的时候，很多房价本来就便宜的地方也许会变得更便宜。因为既然在泡沫形成的时候资产价格可以高于价值，那么在挤泡沫的时候，资产价格当然也可以低于价值。还有的人说房产只有买得起买不起，买得起就没有泡沫，买不起呢就有泡沫。有位朋友留言回答得非常好，1000美元一朵的郁金香很多人都买得起，但是呢最终有几个人会买单？这不是买得起买不起的问题，而是值不值的问题。还有很多人说无论你说什么，房价都会继续涨。好，那你还等什么？赶紧去抢房不要在这儿浪费时间耽误你发财。加拿大近几次房价下跌之前都有人喊现金为王，也有人嘲笑这些喊现金为王的人，这次也不例外。2018年9月，日本地价上涨了 0.1%， 这是27年来首度止跌回升。日本在平成之后准备新的年号，当时呼声最高的2个字是安与和。现在的日本人经历过泡沫时代，他们更懂得这2个字的珍贵。正如日本作家三浦展在他的书《第4消费时代》中说的一样，已被摧毁的物质恢复原貌也无意义。日本现在更渴望把消费用于购买美好的时光。泡沫总在狂妄时诞生，复苏也从极简处开始。再冰冷的经济规律，背后依旧是人心。以上就是今天我想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房产、经济相关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